今天我們來聊聊一個美國女人說出口的3個畫面。第一個畫面是一艘中國的大船，在她自以為已經站到最有利位置的那一刻，她沉了下去。第二個畫面是海面上突然拔起的巨浪，一整支正在前進的艦隊被那道浪逼得掉頭，許多船再也沒有走完那段路。第三個畫面最奇怪，那是一座没有掛牌的監獄，門被某種力量震開了，裡面的人走了出來，而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看清楚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這3個畫面不是同一天說出口的，也不是同一篇文字裡的内容，它們散落在4年多的时間裡，被記錄在不同的日期底下，有些在说出来的當下，甚至完全没有人放在心上。可是当我們把2026年這個夏天發生的事情一件一件攤開來，再回過頭去對，那種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先把話說在前面，我不是要告訴你這些一定會發生，我也不打算替任何人背書。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单純，就是把他說過的話和已經確實發生的事實一件一件擺在一起，然後讓你自己看，自己判斷。因為這支影片講到最後，你會發現真正嚇人的地方根本不是預言準不準。先說說這個人是誰，他叫阿曼達·格雷斯，住在美國紐約州一個叫做霍普維爾張克申的小地方，那不是什麼大城市，是從紐約市往北開車1個多小時，路兩邊都是樹的那種地方。他創立了一個叫做恩典方舟的事工，除了講道和禱告以外，他還經營一座動物庇護所，收容了60多隻被人丟掉的動物，有豬，有鸚鵡，有狗。她的丈夫克里斯曾經腦部受過嚴重外傷，他自己也生過一場大病，一度連走路都困難。他說，就是在那段最難熬的日子裡，他開始接收到那些話。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美國鄉下傳道人的故事，確實是。可是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過去這幾年，他的名字越來越常出現在美國那些關注國際局勢的節目上。他出過2本書，一本談啟示錄，另一本的書名直接就叫做做好衝擊的準備。他固定主持一檔叫做先知視角的節目，也常常出現在一份歷史悠久的先知郵件清單上，那份清單的訂閱者遍布全世界。而他講的東西這幾年越來越少，談個人的祝福，越來越多談國家，談海洋，談艦隊，談那條他口中的龍。他自己是怎麼形容這個過程的？他說，那些內容有的來自夢，有的来自意象，有的是他被叫醒之後直接把它寫下來。他強調自己會去查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字根，會去看經文寫成的那個年代到底在講什麼，然後才把兩邊接起來。他還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反而是他所有話裡面最值得記住的一句。他說，我們必須查驗，我們必須禱告，我們必須做守望的人，我們被要求去看守，去查驗，去把聽到的東西拿到經文面前，看看到底對不對得上。換句話說，連他自己都在說不要照单全收。這句話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回來談，而且會談得很認真。好，我們從第一個畫面開始。那是2022年8月，他發出了一段很長的文字，那段文字裡面提到了很多地方，很多事，大部分內容今天看起來已經沒什麼人記得了，可是中間有一小段只有短短幾句話，這幾年一再被人翻出來。他說，注意新幾內亞那一帶，就看着一艘非常大的中國船將會被除掉。就在他以為自己已經站到了最有利的戰略位置的時候，那艘船会被摧毀。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會令人震驚，因為他們的力量會動搖，而他們的血將會出现在水裡。我第一次讀到這一段的時候，老實說，反應很平淡。一艘中國的大船會沉，這種話能算預言嗎？中國有那麼多船，全世界每年都有船出事，這種說法太安全了，安全到幾乎不可能說錯。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這段話變得沒有那麼容易打發掉。時間跳到2024年，那一年的7月底，美國一個叫做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智庫，有一位研究員叫湯姆·舒加特，他自己是前美國海軍前艦軍官。他在社群媒體上放出了一組衛星照片，然後問了一個問題。他說，武漢武昌造船廠的長江碼頭邊上那艘新造的前艦怎麼不見了？他放出來的照片是這樣的：3月10日的畫面裡，那艘前艦好好的停在碼頭邊，到了6月初，同一個位置出現了好幾具巨大的浮吊，
而潛艦本身消失了。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一艘新造好的潛艦下水之後，正常来說要在原地停好幾個月，做各種整備，不可能說不見就不見。而好幾具大型浮吊同時集中在同一個點，在造船廠的日常作業裡是非常不尋常的畫面。那個排場看起来就是在打撈什麼東西。當時中方沒有任何回應，這件事在網絡上議論了一陣子，然後就淡了。一直到那一年的9月26日，《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把事情捅了出來。報道說，中國最新一代的核動力攻擊潛艦首艘在5月底到6月初之間，在武漢的造船廠碼頭邊沉沒。北京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說。五角大廈的發言人證實了沉沒這件事，但是沒有證實艇上當時是否裝有核燃料。有專家私下說，可能性很高。後來台灣的陸委會在那一年第3季的中國情勢報告裡，把這件事寫進了重大國防事件那一節，並且指出那艘船就是北約代號041型的洲際潛艦，是中國第一艘所謂核常兼備雙動力的潛艦。這種設計如果成功，有可能改變共軍近海防禦的整個戰略態勢。報告裡有一句話講得很含蓄，說首艘潛艦在碼頭沉沒，讓共軍潛艦創新發展的道路蒙上了陰影。一艘非常大的中國船，就在他以為自己已經站到最有利的戰略位置的時候，你注意到那個時間點的重量了嗎？這艘潛艦不是在戰鬥中沉的，不是在遠洋出事的，它是在最後一次拴裝的階段，在準備出海的前夕，在自己家門口的碼頭邊沉了下去。對一個正在全力追趕美國水下戰力的軍事體系來說，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難堪的時刻。而它的 X 型楔舵，那個為了提升水下機動性而設計的招牌特徵，最後成了衛星照片上辨認它的依據。至於那句他們的血將會出現在水裡，這件事我必須說得很小心。當時有一些報道提到船沉人亡，但是傷亡的具體情況中方從來沒有公開過，外界也沒有辦法獨立查證。我不會用一個沒有辦法確認的數字去稱一句預言，我只能說那艘潛艦後來被打撈上岸，據報道進入了修復程序，而整件事在中國境內的公開資訊裡等於不存在。那麼這算命中嗎？你可以說算，時間對得上，事情的性質對得上，連那種在最得意的時候摔跤的荒謬感都对得上。你也可以說不算，他說的是新幾內亞那一帶，而武漢在長江邊上，離新幾內亞有好幾千公里。他說的是船，那是潛艦。他說的是被除掉、被摧毀，聽起來像是被誰打沉的，可實際上那是一場自己人的事故。两種說法我都放在這裡，你自己決定。不過在我們往下走之前，還有一段話值得看，因為它就在同一篇文字的下面幾行。他說，你們必須聽，才不會被困在深水裡，因為那個誘惑一直都在。他說，有些東西正潛伏在深處，尋找機會要把整條家族的血脈連根拔掉。他說，他們在等一個時機，把網撒下去，撈一票，然後把人按住，像對待牲口一樣戳來戳去。深水、潛伏、網、把人按住，這幾個詞我們先記着，因為到了第3個畫面，他們會突然變得非常刺眼。不過在那之前，我想先講一件跟深水有關的事。因為如果你問我，最近这2年台灣周圍的深水裡到底潛伏着什麼，我腦子裡浮出來的畫面不是潛艦，是一條線，一條躺在海底的線。台灣跟外面世界的網絡連線靠的是海底電纜，連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的那一條，長度超過500公里。這些線平常沒有人會想到它們，因為它們埋在海底，安安靜靜，一天24小時把整座島的訊息送進送出。你在手機上按下的每一個鍵，你打給海外家人的每一通電話，走的都是那幾條線。然後從2025年開始，這些線一條接一條斷掉了。光是2025年一整年，台灣周邊的海底電纜就發生了17件斷線或部分斷線的事件。到了2026年，光是前3個月就有6次。有些是老化，這要說清楚，新線用久了會壞，這是正常的。可是有些不是。2025年2月，一艘叫做宏泰58的貨輪勾斷了台澎3號海纜。這艘船掛的是多哥的旗子，
船長和船員8個人全部是中國籍。他航行的時候刻意關掉了自動識別系統，也就是船只在海上向外界回報自己位置的那套設備。關掉它，等於在海上把自己變成隱形的。海巡署把船押了回來，案子送到法院，最後的判決認定那是故意破壞。船長被判有期徒刑3年定讞。到了2026年3月底，民事的部分也下來了，判賠1822萬。同一年的10月，另一艘中国漁船弄壞了台馬第2海缆，那次法院認定是過失，船長判3個月，可以1顆罰金。2026年1月被強制出境送回福州。到了2026年4月，東引的海底電纜又疑似被中國船只損壞，海巡搜證之後把肇事者帶了回來。這種船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做權宜輪，意思是船的實際擁有者是中國人，可是船籍登記在別的國家。這麼做的好處是，第三國籍的船在國際法上可以主張无害通過，你很難用敌对勢力的名義去攔他。這就是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難處理。它不是戰爭，它甚至不是明着來的挑釁，它是一種你抓不到把柄，卻年年月月都在發生的磨損。有一位意大利的專家在2026年1月接受台灣媒體訪問的時候講過，這種手法真正的目的可能不只是斷線本身，而是要讓一座島的人長期活在不確定裡面。今天斷一條，明天修好，後天再斷一條，久了以後，你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基礎建設，懷疑自己的政府有沒有能力保護你，這才是最貴的那個損失。台灣這邊的反應是什麼？2025年12月9日，立法院3讀通過了修法，故意破壞海底電纜這類設施的，最高可以判7年，而且沒收犯案的船。2026年1月，海底電纜被正式納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管理體系。到了2026年4月，主管單位宣布新的做法，把電纜埋得更深，並且加上鐵甲防護，埋得更深。你看，我們也在往深水裡去，只是我們去那裡是為了保護一條線。回到那句話，有些東西正潛伏在深處尋找機會，他們在等一個時機把網撒下去。一艘關掉識別系統的貨輪在夜裡拖着錨，慢慢地從一條看不見的線上面走過去。如果這不算撒網，我不知道什麼才算。還有一件事跟深水有關，也跟這座島的地形有關，順便講給你聽。台灣海峽太淺了，淺到潛艦其實很難在裡面好好活動。真正適合潛艦躲藏的深水在台灣的東邊，在花蓮台東外海那一側，海床急速往下掉，很快就是幾千公尺。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軍事分析在講台海的時候，眼睛都盯着台灣東部海域和巴士海峽，而不是西邊那條淺淺的水道。一座島的兩側，一邊淺的藏不住東西，一邊深得什麼都藏得住。現在我們来看第二個畫面，那道浪。他在另一篇文字裡說，那條龍將會在海上做出一次強勢的推進，背後有波斯的支持，目的是奪取和佔據不屬於他的領土。所以主說，我要攪動那些浪，讓災難打上那些船，許多船將會掉頭回去。在他的表達體系裡，龍指的是中國，波斯指的是伊朗。這不是我幫他解讀的，是他自己講過的。早在2021年4月，他就說過他看見一個阿亞圖拉和一條龍達成了協議。到了後來的一次訪談裡，他把話講得更白，說阿亞圖拉就是伊朗，龍就是中國，兩邊合在一起，要的是以色列的毀滅。2024年8月8日，他又說了一段，這次講的是水底下的東西。他說，潛艦就在你們的海岸附近，紅色國家的戰機，那條龍和那頭熊已經出去打獵了。龍是中國，熊是俄羅斯。好，先把預言放一邊，我們來看真實的海。台灣海峽這條水道在地理上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它的平均水深大概只有60公尺左右，在台灣淺灘那一帶更淺，有些地方只有20幾公尺。最窄的地方從福建的平潭到新竹，直線距離大約130公里，聽起來很近，對不對？從地圖上的距離來看，這確實不遠。可是台灣海峽從古到今都不是一條好走的水路。老一輩的人講唐山過台灣，會用一句話，10去6死，3留1回頭。這句話講的就是渡海這件事本身的死亡率。當年那些坐帆船從福建過來的人，要面對的是東北季風，
是每年冬天從海峽北口灌進來的強風，是被地形擠壓之後變得更快更亂的水流。海峽的形狀像一個喇叭口，風進來以後，速度會被放大，湧浪會被疊高。台灣的漁民有一個說法，叫做黑水溝，講的就是澎湖水道那一帶深色的急流水域，過去船翻在那裡的不知道有多少。這是很老很老的知識，跟預言完全沒有關係，它只是地理。而這個地理直到今天都還在起作用。很多研究兩岸軍事的人都算過同一件事，那就是一年當中，台灣海峽適合大規模兩棲行動的天氣窗口其實非常窄。冬天有東北季風，夏天有台風，真正風浪比較穩定的時段大概只集中在春末和初秋兩段。也就是說，那道浪不是等着誰去攪動，它一年當中大半的時間都在那裡值班。歷史上也不是沒有例子，13世紀元朝2次東征日本，2次都在海上折損了大量船只。日本人後來把那叫做神風，那當然是季風和台風的作用，不是神。但是那件事說明了一個道理，在東亞這片海域上，再龐大的艦隊遇到季節和天氣的時候，力量會被稀釋到什麼程度。而台灣海峽這條水道本身就是一部渡海失敗與成功的記錄。1661年，鄭成功要打下當時荷蘭人佔據的台灣，他選的路線不是硬闖，而是先到澎湖等風，等到條件對了，才在鹿耳門那個沒有人想到的淺水航道切進去。他等的不是敵人，是潮水。1683年，施琅要渡海，同樣的問題再來一次，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季風，最後選在夏天南風的季節出海，先取澎湖。那一戰的勝負，一半是打出來的，一半是算出來的，算的是風。到了1949年古寧頭那一役，情況又反過來，渡海的一方在潮汐上失了算，船只擱淺在沙灘上退不回去，結果整個登陸的部隊被困在灘頭。那一次決定成敗的還是水。300多年，3個不同的時代，3種完全不同的船和武器，可是每一次那條水道都用同樣的方式參與了戰爭。他從來不站在誰那一邊，他只是在那裡收他的過路費。所以當我們讀到我要攪動那些浪，讓災難打上那些船這樣的句子的時候，其實有2種讀法。一種是超自然的讀法，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有一只手會在關鍵時刻掀起一道浪。另一種讀法比較樸素，也比較有意思，那就是台灣海峽本身就是那道浪，它一直都在那裡，從來沒有離開過。任何想要在這片水面上做大規模動作的人，都必須先跟這片水談條件，而這片水從來不好談。我個人比較傾向第二種，但是我要老實說，第二種讀法並不会讓那句話變得比較不準，反而讓它變得更值得想。那麼現實這一邊，這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把時間線拉出來看。2025年12月29日，解放軍東部戰區宣布展開一場代號正義使命的大規模演習，在台灣海峽、台灣北部、西南、東南以及台灣以東，總共5個區域同時展開。外媒的形容是近年來規模最大、距離台灣最近的一次，其中包含長達10小時的實彈射擊，模擬的是對台灣的封鎖行動。海空兵力對海上和空中目標進行打擊演練，同時執行反潛作戰。這場演習距離美國宣布對台灣出售總額111億美元的軍備只隔了11天。有意思的是，日本那邊的分析認為，這場演習劃設的區域位置緊貼着日本和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也就是說，它模擬的不只是封鎖台灣，而是同時對第一島鏈上的其他人施壓。日本的媒體算得很清楚，一旦台灣被封鎖孤立，日本賴以為生的海上運輸線同樣要出事。與此同時，俄羅斯也單方面通知日本，將從2026年1月1日起，在南千島群島進行為期超過2個月的實彈演習。2026年6月，事情又熱了一輪。6月22日開始，台灣展開為期5天的立即備戰操演。同一段時間，美國和日本進行代號勇敢之盾的大規模聯合軍演。6月23日，中國的福建艦航經台灣海峽，中方的說法是例行訓練。6月25日的記者會上，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回應台灣的操演，說了一句：靠軍演壯膽，換不來真正安全。同一場記者會上，他也說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到了2026年7月23日，福建的漳州海事局突然發布航行警告，
宣布當天和隔天上午6時到晚上6時在台灣海峽進行軍演，公布了10個坐標，要求船只避開。演習區域在東山島附近海域，是一塊南北長約 11.5 公里，東西寬約 12.8 公里的矩形。台灣這邊的判斷是位置主要在東山島一帶，對台灣影響不大，但是國防部和海巡署全程監控。你看見那個節奏了嗎？不是一次爆發，而是一種持續的、越來越密的、讓人慢慢習慣的節奏。這才是我覺得真正值得警覺的地方，不是哪一天會有一道浪打過來，而是我們正在習慣海面上每個月都有東西在動這件事。好，現在我要插進來一段，因為他還說過另外一句話，而這句話對得上的東西可能比前面2個畫面都更硬。他曾經說，中國會有一場爆炸，規模很大，針對的是他們政府的某一個特定區塊。他說，這是因為他們跟中東某些人做的那些台面下的交易，等於挖了一條隧道，把很多東西都輸送出去，包括技術。爆炸這個詞聽起來像是火藥，可是我們來看看2025年到2026年中國政府的某一個特定區塊究竟發生了什麼。2025年10月17日，中國國防部發布公告，一口氣解除了一批軍方核心將領的職務。這份名單的分量講出來會讓人愣住。原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何衛東，原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原軍委联合作戰指揮中心常務副主任王秀斌，原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原火箭軍司令员王厚斌，原武警部隊司令员王春寧，加上陸軍政委秦樹桐，海軍政委袁華志，軍委政工部副主任何鴻鈞，9個上將一次拿掉。到了2025年12月底，全國人大常委会再度公告，罷免了中央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和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張宏斌的人大代表資格。而到了2026年1月，連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和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也被捲了進去。張又俠是軍中資歷最深的那一位，家族背景與習近平有跨代的淵源，很多人原本以為他絕對不會出事。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後來做了一個資料庫，把數字攤出來看，正式被清除的有36人，因為缺席關鍵會議而被列為潛在對象的有65人，加起來101人。2025年一年就有15人正式落馬，46人被列為潛在，連已經退休的人都有，11個被追究，其中7個是2022年以前就退下來的。更關鍵的是，這組數字這一輪清洗波及了 61% 的现役作戰系統將領，軍委職能部門的受影響比例達到 80%。分戰區來看，南部戰區最高 85%，52個關鍵職位裡面只有11個被正式填補，23個由代理人暫代，12個還是真空，6個動向不明。一個軍隊一半以上的高階指揮位置在洗牌，超過1/3的關鍵職位由代理人撐着或者根本空着。而如果把時間軸拉得再長一點，畫面會更清楚。過去這幾年先後倒下的還包括2位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加上何衛東、苗華、劉振立、張又俠，等於這一屆中央軍委的成員幾乎全部出事。到了2025年年底，軍委裡面能正常運作的高層剩下不到1隻手數得完。一個國家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成員一個一個消失，而且理由對外幾乎不說。我知道有些人會說這是反腐，是好事，是在整頓。這種說法在中國官方的敘事裡確實是主旋律，可是分析的人指出，這一輪清洗牽涉的遠不只是貪腐，還有忠誠問題、派系問題，還有那種在任何威權體制裡都會出現的東西，就是庇護網一旦被拆掉一個節點，整條線上的人都跟着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被清掉的那批人裡面有相当比例是所謂的自己人，是一路被提拔上来的核心圈。當一個體制連自己親手栽培的人都不敢再信任的時候，那個體制到底處在什麼狀態？而這件事已經在演習上看出影響了。同一份分析指出，2025年2場對台大型演習都明顯延後，4月那场延誤了19天，規模還被縮減，看起來倉促，沒有對抗性，也沒有劃設禁航區。12月那場正義使命延誤了12天，原因之一就是東部戰區本身被清洗得太厲害，
現在你再回頭讀那句話，一場爆炸，規模很大，針對的是他們政府的某一個特定區塊，那不是火藥，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爆炸，而爆炸中心正好就在軍委大樓。我想在這裡說一句可能有點反直覺的話，我們在台灣看見對面的軍演一場接一場，很自然會覺得那是力量在增長。可是同一段時間裡的另一組資訊告訴我們，那個體系的內部正在經歷一場他自己都很難承認的崩壞。武漢碼頭邊沉掉的那艘潛艦，跟軍委裡面一個接一個消失的名字，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一個外表越來越壯，內裡越來越不確定自己還信不信得過誰的系統，這樣的系統比一個單純強大的系統更好對付，還是更難預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問題比任何一句預言都值得我們認真想。順帶一提，2026年1月，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後，又講了一段，重點放在格陵蘭。他的看法是，格陵蘭這件事的核心是4樣東西：航運線、軍事位置、俄羅斯、中國與西方之間水道的控制權，還有稀有礦產。他認為這是在提前防止有人掐住全球航運的咽喉。這段話對我們特別有意義，因為如果你把世界地圖攤開來，看看那些真正的海上咽喉，马六甲海峽、巴士海峽，還有我們腳下這一條，你會發現台灣的位置在那份清单上排得非常前面。北极航道如果真的打開，全球的航運版圖會重畫一次，而重畫之後，誰卡在誰的喉嚨上，又是一盤新的棋。我們住在其中一個咽喉上，這件事不是最近才發生的，是400年前就已經決定的。好，現在我們來看第3個畫面，這是最難講的一個，也是我認為最有分量的一個。在他的表達裡，有一個反复出現的意象，就是監獄的門被打開。他在談到2024年的時候用過這個說法，在後來的訪談裡也一再回到這個主題。他說過會有牢裡的牧者得到釋放，這個意象在他的體系裡帶着很強的宗教色彩，講的是約瑟從監獄裡出來的那個原型。另外還有一條線索，2025年5月29日，他發出一段針對俄羅斯領導層的話，裡面有一句是：我要震動你所站立的那片土地。10天之內，那個區域發生了2次地震，這件事後來被他的支持者拿來當作應驗的證據。震動土地，打開監獄的門。當我把這2條線索放在一起，然後去看2026年這個夏天中國實際上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我承認我背後涼了一下。先講地，2026年5月，廣西柳州發生規模 5.2 的震群，13棟房屋倒塌，超過7000人被轉移。2026年6月16日，青海海西州發生 6.3 級地震，之後40分鐘內接連多次餘震，有房屋牆體開裂剝落，路面被撕開長長的裂口。官方通報1人死亡，8人受傷。2026年7月28日，青海兴海縣在不到1小時之內連續發生 5.7 級和 5.8 級地震，西寧和蘭州都有明顯震感。中國地震局啟動4級應急響應。同一天，甘肅、新疆、四川也都有規模3以上的地震記錄。而在四川宜賓的高縣，從6月底一直到8月初，5級和3級的地震幾乎沒有停過。同一段时間，台灣自己在5月1日也有一場規模 6.1 的地震，震央在宜蘭外海，深度將近100公里。而在地球的另一邊，6月25日，委內瑞拉發生 7.1 級強震。這些是公開的地震目錄，任何人都查得到，跟預言沒有關係。可是接下來這一段才是真正讓我覺得那句被震開的監獄可能講的根本不是石頭的地方。2026年6月16日，就在青海那場地震發生的同一天，一個總部設在西班牙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葡萄牙里斯本開了一場記者會，向全世界發布一份報告，名字叫做鐵窗之後。這一份談的是中國的看守所，他們訪談了84名曾經被關押的人，涵蓋中國19個省和直轄市，至少58處不同的拘留設施。報告裡的數字是這樣的：76%的受訪者曾經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施暴的除了警察和管教人員以外，還包括俗稱牢头獄霸的犯人頭目。同樣有 76% 的人說自己曾經跟牢头獄霸關在同一間。60% 的人反映監視嚴重超員，空間小到晚上睡覺沒有辦法平躺，
只能側着身體像排刀魚一樣擠在一起。報告把這一切的根源指向一個結構性的安排：中國的看守所由公安機關管理，而同一個機關同時負責逮捕和審訊。這種偵查與羁押合而為一的模式，在制度上本身就是一個利益衝突。有維权律師說得更直接，因為都在同一批人的控制之下，要取得口供就非常容易。1個月之後，2026年7月，同一個組織又發布了一份鐵窗之後，這一次談的是監獄，依據的是來自中國16個省市的59名前服刑人員的親身經歷。報告指出，獄中普遍存在暴力、長期禁閉、強迫勞動、醫療不足、通信受限，還有政治教育。其中有一个案例，我讀完之後很久沒有辦法把它從腦子裡拿掉。一位澳洲商人，名字叫馬修拉達爾，2021年5月到2024年10月在北京第2監獄服刑。他說自己曾經被關禁閉194天，腿一直被鐵鏈固定在地面的螺栓上，腳踝被磨破，感染之後沒有得到藥物治療，期間還多次遭到電擊。而中國自己的監獄法規定，對服刑人員實施禁閉的期限不得超過15天，194天跟15天。還有另外一個系統，比看守所和監獄都更隱蔽，它的正式名稱叫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一個組織在更早的時候發布過關於它的專門報告，用插圖、衛星照片和建築草圖去描繪那些既不在警察局裡也不在看守所裡的地方。被關進去的人跟外界完全斷絕，包括律師和家人。根據他們的統計，從2013年起，累計的受害者將近6萬人。這個系統為什麼這麼難被看見？原因有2個。第一，它不在任何一棟掛着牌子的建築裡，可能是一間招待所、一棟廢棄的辦公樓、一處看起來完全普通的院子。第二，它由國家安全部門掌握，用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案子上，還有用在處理外國人身上。那份報告用了一種很特別的寫法，他用第二人稱，讓讀者感覺自己戴着黑頭罩被帶進去，走進那間單獨的牢房，走進審訊室，坐上那張椅子。報告裡所有的細節都來自幸存者親口說出來的描述，然後由畫家一筆一筆畫出來。被這個系統處理過的人裡面有藝術家，有人權律師，也有外國公民，當中一些名字這幾年在國際新聞上出現過很多次。有些外國人被關進去的理由跟他們自己做過什麼幾乎沒有關係，而是跟2個國家之間那一刻的關係有關。這種操作有一個名字，叫做人質外交。我想請你停1秒鐘，想象一件很具體的事：一個人在某一天早上出門，然後就不見了，沒有逮捕通知，沒有起訴書，家人打電話問，得到的答案是還在調查。律師去申請會見，被拒絕，理由是涉及國家秘密。這樣的狀態可以持續半年，半年之後，這個人有可能被放出來，也有可能直接進入下一個程序，而外面的人自始至終不知道他在哪裡。將近6萬個這樣的故事，而這一切之所以我們今天能講出來，不是因為有誰把門撞開了，是因為有人從裡面走出來以後，選擇不要沉默。那份報告最後被遞交到了聯合國，在國際法之下，系統性而且大規模的強迫失蹤與酷刑構成反人類罪。你現在再回頭去讀那句話，有些東西正潛伏在深處，他們在等一個時機，把網撒下去，撈一票，然後把人按住，像對待牲口一樣戳來戳去。那個把人按住，像對待牲口一樣戳來戳去，講的到底是什麼？我沒有辦法告訴你，他說那句話的時候腦子裡看見的是什麼，沒有人可以。但是我可以告訴你，2026年這個夏天，有一份份報告確實把一座座沒有掛牌的建築物打開了，讓外面的人第一次看見了裡面的樣子。所以我想提出一個讀法：一座被地震震開的秘密監獄。也許那場地震從來就不是地質上的，也許那是一場資訊的地震，是59個人和84個人在離開那個地方之後，願意坐下來，把自己身上發生過的事情一句一句講出來，然後有人把它整理成文字，畫成圖，遞交上去。門被震開了，這句話成立；裡面的人走出來了，這句話也成立。而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看見裡面長什麼樣子，這句話成立的最徹底。只是震動它的不是地壳，是證詞。我知道有人會說這是過度解讀，也許吧。可是我要提醒一件事，
所有的預言在被驗證之前都必須經過一次解讀，這件事本身沒有辦法避免，差別只在於你是誠實的告訴別人你正在解讀，還是假裝那就是原文。我選前面那個。接下來我們談談2026年這個年份本身，因為他自己對這個年份有話說。2025年10月底，他提出了一個說法，他注意到2026年在中國的干支紀年裡是火馬之年，也就是丙午年，而在啟示錄第6章第4節裡面有一匹紅馬，那匹馬被賦予的任務是奪走地上的和平，使人彼此殘殺。他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認為2026年在屬靈的層面上是一個帶着衝突與戰爭記號的年份。這個對應好不好？從嚴格的角度講，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符號系統。中國的干支和啟示錄的四騎士沒有任何歷史上的關聯，一個來自商周時期的曆法，一個來自公元1世紀的地中海世界，把它們接在一起是一种聯想，不是一種論證。但是我想說的是，在東亞的民間傳統裡，丙午年本身確實一直帶着沉重的名聲。這件事跟啟示錄無關，是東亞自己的記憶。日本社會對丙午年的忌諱是有出生統計數據可以看的，那是實實在在影響過一整個世代人口結構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說法裡，丙是陽火，午也是陽火，兩火相疊，被認為是最容易出现激烈變動的年份之一。所以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他講的準不準，而是為什麼在完全不同的兩個文明裡，人們都對這同一年懷着一種說不上來的緊張。而且不只是這兩個文明。2025年12月，阿南德也發了新的影片，說2026年可能是好幾百年才會出現一次的關鍵轉折年，並且點名亞洲有幾個國家風險比較高，其中包括中國、菲律賓、北韓和日本。內容一放出來，很快就在各國的社群平台上被傳開。於是我們就看見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個住在紐約州鄉下養豬養鸚鵡的美國女人，一個在印度靠占星系統做推算的年輕人，還有那些從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干支說法，居然在2026年這個點上指向了同一個方向。這種交匯，很多人會覺得是證據。你想想看，這麼多完全不相干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怎麼可能同時說中同一件事？我想給這件事一個比較清醒的解釋，因為他們讀的是同一份報紙。不管你在紐約州、在印度南部，還是在台北，你打開手機看到的國際新聞是同一批：舰隊在動，關稅在漲，中東在打，將領在消失，地震一場接一場。任何一個對世界局勢有基本敏感度的人，在2025年年底的時間點上，都會感覺到某種東西正在往上堆。差別只在於，有些人把這種感覺寫成分析報告，有些人把它寫成投資建議，而有些人把它說成預言。我這樣講並不是說預言就是假的，我是說，當很多人同時指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那個方向本身可能已經很明顯了，明顯到不需要任何特殊能力就看得見。真正需要能力的是說出那些沒有人在說的東西，而按照這個標準去回頭檢視，那句在2022年就寫下的一艘非常大的中國船將會被除掉，確實比較特別。因為在2022年，沒有人在談中國潛艦會沉這件事。現在我要講一段可能會讓一部分觀眾不太舒服的話，但是我覺得如果不講，今天這支影片就不完整。阿曼達·格雷斯說，錯過，而且錯得不小。2022年8月4日，在一場直播裡，他發出一段關於美國期中選舉的話。他說期中選舉會出現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會讓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邊都坐立不安。他說密西根州的州長會被翻盤，密西根会轉紅。他說芝加哥的領導層會在那個秋天倒下。結果呢，密西根的州長連任了，而且贏得比上一次更漂亮。密西根不但沒有轉紅，反而更藍了。芝加哥的領導層那個秋天什麼事兒都沒有。這件事被美國一些專門追蹤宗教議題的寫作者拿出來公開檢視過。他們引用的標準很簡單，就是舊約裡那條古老的規矩，一個人奉主的名說話，如果那件事沒有發生，那就不是主說的。我把這件事講出來，不是要否定前面所有的內容，我是想說明一件事，任何一個長期做預言的人都會累積一份記錄，那份記錄裡面一定同時有命中和落空，而我們這些在旁邊看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只記得命中的那幾次。
因為命中的那幾次會被反復轉發、反復剪輯、反復放大，配上音樂，加上字幕，而落空的那些，沒有人有動機去提。這個現象在心理學上有一個很老的名字，叫做確認偏誤。它不是誰的錯，它是人腦本來的樣子。還有另一個東西也要小心，叫做巴納姆效應。當一句話說得夠模糊，夠有畫面感，我們的大腦會自動幫它找到對應的現實。一艘大船，一道浪，一扇打開的門，這三個意象都有這種特質。它們美，它們有力量，而它們也剛好夠寬，寬到幾乎一定能找到落腳的地方。所以該怎麼辦？我想他自己給的答案反而是最好的答案。查驗、禱告，做守望的人，不要照单全收，也不要一句都不聽，把听到的東西放在陽光下面，跟你能查證的事實對一對。那麼把這一切放在一起，我們到底該怎麼看？我想給你3句話。第一句，那艘沉在武漢碼頭邊的潛艦和那份被清空一半的將領名單告訴我們同一件事，一個看起來很強大的軍事體系，它真正的風險不一定在对手那邊。所以当我們看見海峽對面的軍演一場接一場，我們當然要看得很仔細，但是我們也應該記得，那些畫面裡展示出來的力量跟那些畫面背後真實的狀態未必是同一回事。恐懼會讓我們高估對方，這對我們自己並沒有好處。第二句，台灣海峽的浪不需要任何人去攪動，它一直都在。這件事有兩面，往壞的方向想，我們住在一條世界上最敏感的水道旁邊，這是我們沒有辦法選擇的地理。往另一個方向想，這道浪從400年前就在保護這座島，它不挑立場，也不看誰的旗子。渡海從來就是一件昂貴的事，古今皆然。第三句，也是我最想留給你的一句，那座被震開的監獄是今年這個夏天真正發生的事，不是比喻，是有名有姓有數字的事。194天的禁閉，鐵鏈鎖在地上的螺栓，將近6萬個名字，而讓他被看見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什麼力量，是幾十個離開那個地方之後還願意開口的人。我覺得這才是3個畫面裡最重要的那一個，因為前2個畫面講的是我們控制不了的東西，艦隊、海浪、大國之間的角力，可是第3個畫面講的是當一個普通人選擇說出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大部分人這一生都不會決定任何一支艦隊的去向，我們也攔不住任何一道浪，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當我們知道了某件事情之後，要不要把它說出去，要不要記住它。我還想加一句話，是講給那些看完這支影片會睡不着的人聽的。我知道這類內容看多了會累，艦隊、浪、監獄、將領消失、電纜被拖斷，1年之內密度這麼高的訊息，人是承受不住的。看多了以後，有些人會變得非常焦慮，開始囤東西，開始每天刷新聞，開始跟家人吵架。也有些人會走到另一個極端，乾脆什麼都不看了，說反正也管不了。這2種反應其實是同一件事的2面，都是因為訊息的重量超過了自己能處理的範圍。所以我想說的是，該做的準備要做，但是做完就放下。家裡有幾天的水和乾糧，知道自己家附近的避難點在哪裡，跟家人講好，萬一通訊斷了要在哪裡碰面，這些事情花不了你1個下午，做完之後你反而會睡得比較好。至於那些你沒有辦法控制的部分，就讓它留在你控制不了的地方。古人講盡人事聽天命，這句話最容易被誤讀的地方是大家只記得後面那4個字，可是它真正的重量在前面。盡人事的意思是你要先把你能做的做完，然後你才有資格說剩下的交給天。沒有做完就說交給天，那不是信任，那是放棄。也許先知這2個字真正的意思從來就不是預先知道，而是先看見。而先看見這件事其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恩賜，它只需要你願意在事情還沒有燒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抬起頭來往那個方向看一眼。願我們都還來得及做那個抬起頭的人。